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那么 D-Wave 的话，目前作为 WordPress 里面最常用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构建器。那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呢都喜欢用这个 D-Wave 来搭建 WordPress 网站。那么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成千上万的一个非常专业的模板，那还有很多的工具，并且呢，可以让你的整个网站的设计完全的控制。我们可以通过它相对简单直观的一个应用的构建器，那这里呢，你不需要会代码还有技术的一个背景呢，那也能轻松的搭建出任何你想要的一个网站的效果。那么今天呢，小鱼儿就带大家来看看来学习一下怎样使用这个 D-Wave 来让你熟练的使用它的各种功能，来轻松呢创建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网站。之前呢也有给大家分享过，零基础搭建网站用的最多的呢，也是一个 Elementor 的一个构建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Elementor。那 Elementor 相对于 D-Wave 的话会复杂一些。D-Wave 的话，这个网站的构建器呢，在 WordPress 里面算是非常简单易用的了。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实操演示。那么要搭建你的网站呢，首先需要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域名和主机，就像小鱼儿的这个频道一样在这个最顶上这里呢，它就是小鱼儿频道的一个链接也称之为域名。别人要找到我们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一个域名网址来找到我们。同时呢，我们还需要一个服务器来存放你网站里面所有的内容，比如说一些视频、文字、图片一些文件它需要一个存放的地方。这里小鱼儿也搭建了很多网站，我也用了一些服务器最终测试下来呢，这个 Hostinger 我个人觉得呢，它的效果呢是非常不错的这里呢也推荐给大家。那我自己搭建的网站呢，它也是托管在这个 Hostinger 里面的。这里呢，我就带大家来到这个 Hostinger 的首页这里相关的链接Hostinger 的链接呢，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打开链接呢，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如果说你没有找到一个主机提供商，那么这个呢，你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那进来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这里是一个英文的一个界面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调整成一个中文的，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点击这里一个英文这里呢，主流的语言都有我们回到右下角给它改成一个中文。 OK， 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界面的语言呢就调整成了一个中文。同时呢，它还有一个中文客服，鼠标回到右下角这里有个询问，那么你有任何问题呢，你可以在输入这里面呢直接点击一个发送，并且 Hostinger 呢，它还支持一个支付宝付款，非常适合国内的一些用户来使用。那么这里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呢，首先呢你想要试用一下这个主机，它有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意味着你可以在30天内呢来试用一下，你觉得可以就一直用下去，不可以的话，你在30天之内呢还可以选择一个退款。鼠标再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有3个套餐。这里我个人建议大家来使用中间这个或者后面这一个套餐，它的价格这里可以看到大概是 24.99 一个月这里是一个人民币。可能很多时候呢，你看到这里价格会有那么一丁点的变动，因为有的时候它也会搞活动它的价格呢会略有一点波动但是波动也不会太大。那为什么不选择第一个，要选择后面2个呢？这里呢，我再来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首先中间这个也可以看到它是最热门的买的人也是最多的。它里面首先它是可以存100个网站你可以在这个主机里面搭建100个网站。另外它还有200GB 的一个储存空间，它比我们第一个相对来说呢，它的储存空间更大这个只有100并且价格其实也贵不了几块钱。相对来说呢，它的一个速度呢也会快很多价格呢其实贵不了多少。往下拉，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有一个每日的备份价值100多块钱。那如果说你是要做网站的话，每日备份呢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万一不小心你的网站被黑了你点下来就能恢复到昨天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计划它只有一个每周的备份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免费的 CDN， 这个 CDN 它就是一个全球加速你的访客呢，不管是在美国它就可以从美国调数据，如果说是在西班牙，它也可以从西班牙调数据。那么这样呢，
不管哪里的朋友呢，他的访问速度呢都会非常的快啊，他会从他最近的一个地方呢调取一个数据。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套餐它是有一个免费的 CDN 啊，但是第一个呢它是没有免费的 CDN。那么后面第3个选择呢，给大家看一下，它呢是一个云套餐。那么它唯一的一个区别可以看到，它就是有一个专用的 IP 地址。那么所谓的一个专用 IP 地址呢，就是你这个 IP 下面呢只有你自己的网站域名啊，但是前面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没有专用 IP 呢，它就是用的是一个共享 IP， 它的各方面呢都会受到一个影响。比如说像中间共用 IP， 那么它下面可能会有很多的域名，那么这个专用 IP 呢，你用它来发送邮件，它的送达率呢会更高一些。那么这个专用 IP 呢，就是你的整个网站下面整个 IP 呢只有你的域名，那你也可以选择这一个啊。如果说你对各方面的要求都比较高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这个第3个。那么大多数呢，一般的朋友哈，你如果说你的网站小啊，可以选择中间的这个。这里我们就可以点击选择套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考虑的是你要买多久。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点击这里一个三角，它有可以买1个月、1年、2年、48个月。如果说你买1个月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1个月的价格是 99.99， 就相当于是100块钱1个月。那这里再看，如果说你买1年啊，它是 28.99， 这个价格差异就是这么大。但是呢，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你买的是1年，它1年到期之后，你的续费价格呢 99.99 1个月啊，它的续费价格也是比较贵的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买4年，可以看到买4年，它每月的价格从28变成了24，每个月便宜，并且呢，它的续费价格啊从 99.99 变成了 64.99。啊，它的续费价格呢也便宜了几十块钱1个月。那这里我们做网站的话，你不可能做1个月或者做几个月啊，那至少都是做3、5年啊，做的越久越好。所以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个48个月。从长远打算来看呢，这个买48个月呢也是最划算的。买久一点呢，其实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的网站里面呢，它是可以放100个网站的。即便你以后要做其他的网站，同样你也可以使用这个服务器。这里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48个月，同时呢，它可以看到还赠送1年的一个免费域名的一个使用权啊。第1年你有一个免费使用它的一个域名权，它另外呢还加送2个月的一个主机服务器，加送2个月的时间。那么大家呢可以放心的购买啊，因为这里呢它提供了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如果说你不满意呢，到时候去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一个继续。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的话，你就用你的邮箱注册登录一下。那接下来呢要填写一下账单地址。这个地方呢有的地方可填可不填，有的是必填啊。像这里标了这个新的，你来自哪个国家呢？那么你就选择哪个国家。那选好之后呢，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继续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就是需要支付这里呢你直接可以用银行卡，也可以用这个支付宝，下面呢你还可以用 PayPal。那我们就选择一个支付宝在这里点击一个提交付款，这儿点一个继续。这里呢可以看到它结算的方式是以美元结算但是呢它会按照今天实时的一个汇款率来换成一个人民币，从你的支付宝里面扣除你直接拿出你的支付宝去扫码就可以了。那付款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有一个登录，用你的刚才注册的这个邮箱呢来进行一个登录。登录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它的界面呢也非常的简单，也不是很复杂，对于新手朋友们来说呢还非常容易看懂的。那第一次进来之后，我们就点击左边的这里有一个网站，那这里呢我们就来点击这里有个添加网站，我们选择第一个 WordPress 建站，点击进来。等一下呢我们就会去用这个 Diver 来的主题来构建我们的一个网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填入我们的一个管理员的一个邮箱和密码这里你需要设置一下。这个密码呢它是有要求的，你要按照它下面的一个要求来去完成这个密码才能设置成功比如说它要求有一个数字，你要一个数字一个小写字符，还有8到50个字符这里呢按照这个来去添加一个密码就可以了。作为我们网站的密码的话，大家一定要把它设置的复杂一点不要太过于简单。接下来我们就点击下一步。这是他问你准备建立什么类型的网站。
那这里你可以随便选一个这里也随便选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后面呢我们会用到我们的一个主题，那这里就随便选一个，点下一步。那么这里他问你是用 AI 呢，还是用这个预见的网站和主题？那么这里我们不需要，我们就点击下面的创建空白网站。接下来呢，它会让你填入你的一个域名，你准备用哪个域名来搭建你的网站啊？刚才呢，我们在购买这个 Hostinger 的时候说了，你购买1年以上的话，它会赠送你1年的域名。那么第1年的这个域名呢是不需要钱的哈，你直接去领取一下就可以了。那你这里呢可以输入一个你想要的域名这个域名呢其实就是一个品牌名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谷歌谷歌的域名呢它就是 Google，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品牌会用在这个域名里面加上一个 com。 那么 GPT 也是一样ChatGPT 它这里也是一个点 com， 就是用这个来作为它的一个域名。那么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域名，并且呢你想要一个什么样后缀一般情况下我们会使用的域名都是加上一个 com。 你在这里点了之后呢，下面的话会出现一个免费域名因为我这里呢之前已经领过了，所以这里就没有。如果说你还没有领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会显示一个免费的，你点击去申请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你的域名还没有想好，因为这个域名的话它跟你的网站名字是挂钩的你想要一个更专业的域名的话，你可以先考虑好，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先用一个临时的域名这下面有个使用临时域名。那么这儿呢我也是选的一个临时域名因为这个 WordPress 里面呢 Hostinger 里面它是可以搭建100个网站，所以说前期的第1个网站呢大家可以随便搭它是可以在里面可以搭建100个网站的，所以大家都就可以先来学习不满意的到时候把它这个删掉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接下来可以看到了，它正在帮我们创建我们的一个网站，它会把这个 WordPress 的网站程序呢安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去这里大概会等待个1到2分钟的时间。那么这里如果说你对做电商网站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专门有一期电商网站搭建整整4个小时的一个教程。那么零基础的朋友呢也能学会，还没有订阅小鱼的朋友呢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这里马上就要创建完成了。WordPress 的话是全球非常主流的一个建站程序那基本上很多网站都是用它搭出来的。那用这个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问题，那你在网上基本都可以找到答案，就是使用这种比较主流的搭建网站的程序的一个好处。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点这个仪表盘，它直接带我们来到了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建议大家进来的时候呢可以把你的网站的上面的网址记录一下下一次当你想进入这个后台的时候，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网址进来。这里你可以选择这里有个收藏，把这个呢给它收藏一下。那收藏好之后呢，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这里呢是小鱼儿平时常用的工具，我都把它收藏起来了。那么这里展示不下的呢，就可以点这个都在这个里面，都是我平时常用的一些工具。因为我们做网站不可能说一下子就做好，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网址给它保存起来下次方便我们进来。接下来的话，我们今天需要安装的是我们要用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这个 Divi 主题的相关链接，那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这个 Divi 的话，它是一个付费的主题，但是它的一个功能呢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等会儿呢会给大家展示。那首先这里我们还是来到仪表盘，我们来到仪表盘过后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后台这里出现了一些杂乱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先清一清。这里呢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显示选项，点一下把这些勾给它去掉，在显示选项呢再把它放回去。可以看到我们后台现在就干干净净它这样也不会占我们的内存。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外观，鼠标回到左侧栏，这里有个外观。那这个外观呢就是我们的模板，这里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主题看一下。那么它默认呢就用的是这个2025这个模板。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鼠标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一个像房子一样的，我们点一下查看站点。那这个呢就是它默认的一个模板，什么都没有。我们回到后台，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改一下这个顶部安装的这个新主题。在安装主题之前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Diver 的主题呢给下载下来，怎样进行购买了？那它的这个主题的这里相关链接哈 ，Diver 的相关链接我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了大家可以打开它这个主题的话，它就是在这个 Elementor 的网站里面，链接大家可以在描述栏打开哈。这里来了这个页面之后呢，来了这个网站网址打开之后呢，我们点击顶部这里一个 Diver， 鼠标移到右边这里呢，我们来查看一下这个 Diver 的一个价格。这里呢，它有2种付款的方式，一种是按年进行付费，另外一种呢是一次性付费。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这上面这个按钮，我们点一下，那这个呢是属于一次性付费的，那这个呢是属于按年付费的。这里如果是按年付费的话，它每个月算下来的价格呢就是 23.08 另外一个版本呢是 7.42 美金。那这个呢是 Diver 的一个 PRO 的一个价位。那这个呢它就多了，在这个里面呢它就多了一个Diver 的一个 AI 功能。那如果说你需要它里面的这个 AI 功能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一个套餐，并且选择这个套餐呢它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持的话就非常的多。你可以用它的一个 VIP， 如果说你遇到任何问题你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他们你也可以选择后面的 Diver 的这另外一个便宜的一个价格，也是它的一个普通版本。那么这个普通版本呢，它的功能就很少并且呢它也不带一个 AI。那他们呢都提供了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如果说你到时候不满意的，你可以在30天内呢申请退款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它的一个终身的套餐买一次性的这个套餐，也就是说你只需要一次性付费，那以后就可以终身使用。即使以后这个 Diver 它有升级的话，你也可以升级到它的一个最新版本，并且呢像这种你就算是按这种一次性付清的呢，它都是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这里英文不好的朋友，你可以可以在你的电脑上面安装一个翻译可以看到这里了如尝试 Diver 无风险，如果说你对 Diver 不满意，我们将无条件退款。那么我们致力于提供尽可能最佳的体验，所以说呢，可以看到呢，我们就不需要去担心其他的，你就只需要来尝试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功能，看看是否合适，是否是你想要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你想买这个的话，你可以看到只需要297，这个是它的一个专业版本。这个普通版本呢，249，这个呢专业版本呢也只多了50美金左右。那你可以选择这个专业版的，因为它多了一个 AI 的一个功能。这个呢是它一个只一次性买断的一个价格。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贵，那么你也可以按月来支付。那个人建议就是一次性买了，终身使用。如果说你购买这个的话，就直接这里点击进来，这里来创建你的账户，在这里面呢输入一些你账号的一些信息，选择一下你的居住国家你可以选择中国。那下面呢输入一下你的银行卡信息，点击在下面呢进行一个付款就可以了。那么付款完成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个 Diver 的一个下载地址，那你可以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上面。下载好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回到 WordPress 的后台。那么我们选择这里一个外观，这里选择一个安装新主题。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左上角点一个上传主题，再我们选择文件。那这是 Diver 的一个压缩文件我们把它给传进来，点击打开可以看到这里呢已经传进来了。这我们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就可以了。那么就可以把这个 Diver 的一个模板安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可以看到它这里呢正在安装你上传的主题，这里我们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呢安装主题成功。接下来我们点中间这个启用，可以看到这里呢已经安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激活一下它登录以激活你的许可证，我们点这里按钮。这里呢输入你的一个用户名，你在付款这个 Diver 的时候呢，它会给你一个用户名，你付完款以后呢还有一个密码，我们这里用用户名和密码来进行一个登录。那么这里登录好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那个 Diver 来搭建我们的一个网站。在搭建网站之前呢，我们先来点击左边的一个插件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找到一个插件，点一下。那这里呢，我们把里面不要的插件呢，先给它全部给它删除。这里我们点全部给它先删除。选好之后，这里点一个批量操作，这里我们点一个禁用，全部先给它禁用。
禁用之后，我们点一下旁边这个应用。接下来呢，你可以把这些全部给它选中之后呢，再点击一个删除啊，选一个应用啊，这儿再点一个确定。OK， 那这里就全部删除了。这儿因为网站东西太多的话，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网站的一个速度啊，所以说前期不需要的一些插件呢，我们把它全部都删掉。我们再来点击左边的这里有个 Diver， 可以看到，点一下这个 Diver。那么点了这个 Diver 之后，我们点这个 Finder， 我们点这个按钮啊，它会带我们来到这个界面。那么这里呢有一个主题的一个构建器啊，这有个增加全局标题啊，这里你可以点一下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我这儿可以啊选择从库中添加，点一下它，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Diver 里面啊，它自带了非常多的一个模板。即便你是一个新手小白，也可以搭建一个非常漂亮的网站。这里呢，比如说我随便点这个，点一下它，我们这里点使用这个模板。那么你在使用这个模板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刚才没有授权的话，那么这里需要填入一下你的用户名，还有你的一个 API。你购买之后，在这个 Elementor 的后台，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把这个模板导入到你的网站里面来。那这里我们就再填一下，再点击一个提交。可以看到它就正在导入，它会把这个模板呢导入到你的网站里面来。那么还没有订阅小鱼的朋友，你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啊，并且给这个视频呢点个赞或者收藏起来啊，方便下一次呢你可以找到这个视频。这里呢我所用到的相关链接都会放在视频下方。OK， 我们这就导入进来了。这个模板的话，它会应用到我们的全部，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顶部这个模块，它就可以加载进来。那这里呢只是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这儿我们不需要的话，我们就点这个叉了，把它删除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的话，我再来正式的教大家来搭建我们的网站。首先我们还是点一下这个 Diver， 那点了这个 Diver 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他说你的 Diver 许可证密钥已激活啊 ，Diver 呢已更新。这个就是当你把你的这个把你的这个许可和用户名呢全部输入进来之后呢，它就会在你显示啊，在这里就会这样显示，代表你这个 Diver 的话就已经激活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搭建我们的一个首页鼠标回到左边，我们点击这个页面，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新页面，那这个我们把它关掉。那在这上面呢，我们就可以输入一个标题啊，比如说我们的首页就输入一个首页，这里我们就先来搭建我们的首页。下面呢，我们就选使用 Diver 来搭建，点击它，它会跳转到这个页面。这里呢，我们就点这个开始构建。这里呢，它提供了3种搭建网站的一个方式。第一种可以看到是从头开始搭建，第二个是选择布局，第三个是利用人工智能搭建。这个选择布局里面呢，它里面有很多的模板，那我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那么这种方式搭建网站也是最快的。那这里我们就点这个选择布局，可以看到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模板啊，你在里面选一个，改成你的一个相关内容就可以了。那么第3种模式可以看到是利用这个 AI 来帮你搭建网站，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刚才买的是这个 Diver 的一个PRO 的一个版本，那你可以使用这个 AI 啊，它是一个全新的，看一下。今天的话，我们就选择中间这一个，从这个模板来搭建网站。那这个呢，也是我个人觉得最快的一个搭建网站的方式啊，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布局，可以看到它里面呢有成千上万的一个模板啊，这个都是已经做好的一些现成的模板。可以看到它的类型有很多啊，有商业的，有非盈利组织的，有教育的，有时尚的，有这种食品的，有健身的，还有生活的，还有网上商店，还有服务的非常多的一个类型。所以它包含各类板块的一个模板，那里面都有。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公司的网站，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第2个，这个就是一个商务的。那这里面你喜欢哪个模板，你觉得哪个模板比较好，那你就可以用哪一个模板啊。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还可以，你就可以点一下它啊。这里你可以在线预览一下，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模板它的大概的一个样子。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不是你想要的一个模板。那其实像这种模板我们可以做很多。那比如说这个模板呢，你可以做一个银行相关的一个公司网站啊，或者财务相关的呀。那么如果不喜欢这个呢，我们就不要这个，那就直接，那这里呢不喜欢我们就直接把它关掉。那么我们点这个上面这里把它关掉，我们就看其他的。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你喜欢的一个模板。
那比如说这个模板我觉得还可以，你可以点开看一下。那么它这个模板里面你可以看到啊，它还包含很多页面，看一下啊，它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些相关页面，比如说我们平时做网页的什么首页啊，关于我们的页面啊，联系我们的页面呢，还有一些什么博客页面啊等等啊，它这里面包含这么多的页面，它把我们需要的页面呢都全部提供了。可以看到啊，这些页面，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首页，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点来看一下。你可以预览一下啊，你也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布局。这里啊，比如说直接使用，我们就点这个按钮，使用模板。那这儿呢，Diver 的话，它会把这个布局导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我们只需要改里面的内容啊，就可以简单快速的搭建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网站。导入的话啊，它会根据你的页面的大小啊，时间呢也不一定哈，有可能3-5分钟，有可能1-2分钟。OK， 可以看到，那这里它就已经导入到我们的网站来了。这里我还是比较推荐啊，大家使用这种比较专业的模块来搭建网站。那么它的速度和效率的话也是最快的。可以看到，它真的是非常的专业的一个网站啊。这个是一个首页的一个页面。那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页面它的一些基础功能。整个页面你可以看到，我点一下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外面会出现一个蓝色的框。这个区域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段落。整个页面的话，它有很多这样的段落啊，可以看到这里呢又是一个段落啊。看一下外面会出现一个蓝色的大框，看一下啊，这些蓝色的大框在这里。整个页面呢，它是由多段落组成的。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呢。这里又是一个板块啊，看一下啊，这里又是一个板块。那么在每一个段落里面，你可以看到它还分这些小的一个这种行啊，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里呢也是一个小模块啊，这下面呢又是一个小模块。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按钮的一个模块，这里面可以看到，这里呢也是每一个小模块呢可以添加各种各样的一个元素，比如说图片。文字呀，包括视频呐，都可以。比如说这里可以看到啊，这里呢，我点这个加号，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啊，你鼠标移过来，你可以看到有加号，我点一下，点了加号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呢，它也是有很多模块啊，比如说是幻灯片呐、价格表啊、代码呀、侧边栏呐、地图啊这些等等。比如说这里呢，我添加一个数值计数器啊，我点一下它，可以看到它就加在这个地方了，它就直接可以看到这个数值它是会变化的啊，它就直接把这个模块就加进来了啊，非常的简单。那么如果说你不需要的话，你就点这边的这个叉，那如果需要的话，你就点这里一个勾啊，我不需要我就点这个叉。这里可以看到啊，这里呢我就点这里有一个删除按钮啊，就把它直接给删除了。这里啊。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它会有这样一个加号这里呢它会有一个加号，你可以增加更多的内容。这里比如说啊，鼠标往下拉，它这里面的模块太多了啊，比如说这里我加一个倒计时计时器，那这里我点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呢就加进来了。加进来之后呢，你点一个勾呢，就确定了，它就已经成功的加进来了。这里不需要呢，你就直接点，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个删除，就把它删除。可以加的东西很多，你点这个加号，比如说呢，鼠标往下拉，我想在这里加一个图片，那你就点这里有个图像，可以看这里又加进来一个图像。那图像这里呢会有一个设计啊，你可以选择大小啊，调整它的间距、边框，这些都是可以的。加好之后呢，点一个勾，那这里就加进来了。这里你就把相应的图片给它添加进来就可以了。可以看到这每一个地方呢，它都会带一个加号，看一下啊，这里呢它都会带一个加号啊，你点击进来，你想加什么就加什么，比如说你想在这下面加一个电子邮件也是可以的，或者加一个联系人表单都可以。那么这个 Diver 啊，它的一个模板呢有很大的一个优势，那就是它里面所有的模板都是专业的一个设计，你只需要修改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了。可以看到每一个地方呢，你想修改都是可以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替换掉模板里面的内容。这些模板的话，它已经针对各种设备呢进行了一个优化。那这里呢，你可以点击这个左下角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呢是一个桌面端的一个展示方式。你比如说想看一下平板端的一个显示方式，你就可以点这个平板这个就是它在平板端上面显示的一个效果，非常的完美。
那你还可以点击这里看手机端上面显示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是手机端上面啊，它真的对它进行了一个优化，它可以完美的展示在手机端、PC 端，非常的专业。真的，你在每一个设备上面，它都会进行一个自适应。什么叫自适应？它会根据你的设备大小来自动的显示出一个对应的一个尺寸的效果比如说平板、手机。这呢，我们又回到这个电脑端。接下来呢，教一下大家我们怎么样来修改这个区块的内容。那我们鼠标往上拉，那么我们回到顶上这里或者随便哪一个区块都可以，你可以看一下，随便哪一个模块，比如说这里。那第一个可以看到它是移动模块你可以把这个，你可以移动这个模块可以看一下你可以把它放上来，你可以把这个拖动它呢，把它放到这里来，可以看一下它出现在这里你可以移动这个模块，上下移动。那么这里呢，就是一个模块的设置，这是一个设置的一个图标。这个呢是一个复制按钮，你点一下它会出现2个一模一样的，看一下。那么这个不要，我们就把它删除。那后面这里呢有个保存模块的库，这也就是一个删除模块。这3个点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功能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分割测试呀、解除这些看一下。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修改内容，我们就点一下这个设置按钮，点一下它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就已经跳出来了。我们要改内容，可以看到在这下面呢，你就可以对这里面内容呢进行一个编辑。这里比如说我把这个地方内容给它改一下可以看到这边就已经改好了。那你还可以在这个标题下面口号下面呢加一个链接，看一下在这里加入你的一个链接。比如说这里呢，我把我的这个链接给它加进来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那这里呢，你可以选择这个窗口怎么打开你可以这里看一下，你可以在新窗口打开选择一下。你文本就点这个文本点一个展开按钮就在这里。这些像这些相关的一些标题口号你不会，你可以直接问 GPT 比如说我是做电商网站的，我就直接让它再给我写5个口号，点一个发送。有任何问题其实都可以使用 GPT 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账号，描述栏有个便宜合租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里就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些文案，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复制过来。那我这里就随便给大家填一下告诉大家怎么样来改这里。你可以根据你的行业比如说你是做在线服务的呀，或者说你是做一些什么技术的呀，那这些呢你就可以把你的行业内部告诉 GPT 呢，让它根据你的相关的行业呢来帮你写一些相关的内容。这里呢其实使用 GPT 呢，它会给你整出一个大概的一个网站的一个框架。那么网站的内容呢，它都可以帮你写出来。这里比如说我需要一段关于电商网站的一个简介，直接发送给他就可以了。那么你可以看到它就会帮你写出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出来。所以这里文案你不会写呢，这些就直接交给 GPT 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它是可以帮我们写一些文案脚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这里我的图片呢也是很多相关的图片我也会使用 AI 来帮我生成。我这儿用的这个绘图工具呢叫Midjourney呢，是一个非常好用并且呢做出来的图片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不管你要生成人物或者说物品所有的呢，只要你给出一个提示呢，它都可以帮你生成出来一些漂亮的图片。那么我们搭建网站肯定有很多时候要使用到一些图片，比如说这儿我们让 GPT 直接这个提示词就让 GPT 帮我们写就可以了。这里呢我就把这个复制一下这儿其实可以直接让它帮我们翻译成一个英文。我们这里复制一下这个 Midjourney 其实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生图工具这里点一个斜杠，点 image。 那么还有不会使用 Midjourney 的我之前有讲过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基础教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点一个 Enter 键。那么这个呢和 GPT 呢是小鱼儿平时使用最多的2款 AI 软件一个是画图，一个呢就是专门写文案脚本的。如果说你还没有相关链接都在描述栏，大家可以像 Midjourney 的话也可以去便宜合租一个。可以看到这就是 AI 生成出来的图片，非常的高清那么用 AI 生成图片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没有一个版权风险所以大家有想要比如说什么 logo 这些你要想制作这些呢，你都可以来使用 AI 来试一下。那回到我们刚才这里，比如说这个上面这里
我也想把它改成这个地方我们先打一个勾，这儿我想把它改成一个公司的一个口号，我点这个模块设置，文本这里我们来改一下，我就这里简短的一句把它加进来，这个呢也可以叫做是网站的一个 slogan 这里确定之后你就点下面这个勾就可以了，它就保存了。如果说你的网站呢，这个时候你只是目前还在测试阶段你还没有上线，我们就可以点下面这里有个保存草稿，你可以先给它保存一下。大家平时呢一定要养成一个保存的习惯我们做网站大家都知道，像我小鱼儿之前有教大家做一些网站，每一个网站你搭建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搭出来的，你可能要花个3-5天花个1-2天，你如果说你忘记了去保存的话，那可能你前面的所有页面都没有了，它或者说你建了半天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改是这样的，下面这些地方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地方我要改，也是同样点这个地方你到这个里面来改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不需要的，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删除。那这个按钮这里你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点这里文本内容，那我这里就输入更多好物，这个地方是一个按钮，那么你也可以加入一些相关的一个链接，这里面你可以选择可以看到有对齐，有文本这些按钮这些你可以还有一个高级设置，这些你都可以来看一下改起来都非常的简单。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去改一下文本内容就可以了。好了，这就点一个勾。那这里你想改哪里呢？你就把鼠标放在哪个区域。那比如说还是这里啦，比如说我这里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区域，这里我还是点这个设置按钮，可以看到这里呢，比如说一个全球直达，那它这里面有很多一些功能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想在它的下面呢给它加一个下划线可以看到这里就加上了一个下划线，不要的情况下我就把它删除不要就删除了。再来看一下它这里面可以看到这里呢还可以给它加粗，或者给它让它便携，那里面有很多的格式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这里还有什么左对齐、右对齐居中这些呢，你都可以去点一下。这修改完之后呢，你可以看到顶部这里还有一个设计按钮，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来更改一下。那这个文本可以看到，这个文本你想要什么样的字体，你可以点一下，这里面有相关的一些字体非常的多。那这里还有文本呢，它的一个大小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想要比如说这里呢，这个呢它是属于一个副标题那这里可以点副标题的文本。这里字体你可以点一下，它里面有很多相关的一些字体，你想换一个字体也是可以的那这下面呢有它的一个文本的一个粗细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你也可以选择再超大，看一下这个是最大的了你也可以让它浅色，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也可以让它再瘦一点那它也会瘦一点。这里半大的就是这个字体就是这个样子的，超大的就是这样子的，可以让它左对齐右对齐、居中等等都可以。这文本颜色，比如说我可以给它变成红色变成黄色变成这个蓝色都是可以的这个紫色，那么这个颜色你可以改它。那这里呢字体的大小看一下这里还可以通过这个拖放来改变它你想让它小一点你就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大一点也是可以的这个标题之间的间距还有标题之间的行高，这些都是可以设置的。那么再来，因为这个是已经把它翻译成中文了，可能有的不是的很准确你可以到这里来试一下。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PC 端的一个展示方式。这儿呢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它电脑端的这个字体呢，一般它默认的情况下是70多大概这么大的一个样子，你可以拖动它来改变它的一个大小。这里还可以看到这里平板电脑端那它的字体呢就要小一点了，默认的是一个40它会小一点。当然这里你也可以给它加粗一点，你还可以选择上面你也想让它显示的粗一点，那么你可以去改一下比如说这里你点一下这里这个是最大的了，小一点的甚至还可以再稍微再小一点，颜色淡一点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手机端的，点开看一下。那手机端的一个字体呢，它会更小它默认是24，所以它每个设备上面显示的尺寸是不一样的这里呢是可以单独的话进行一个更改。那么这儿呢你只需要对应的一个设备呢去更改就可以了。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可以点上面这里还有一个高级的功能，点一下它这里你可以自定义你的一个 CSS
啊，可以给它增加一个样式啊，可以看一下。还有它的一个可视性啊，你可以点一下。比如说你想在电脑上面不显示了，你可以把这里给它勾选一下。你想让它不在哪个设备上面显示呢，你就可以把它勾上。啊，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来研究一下，这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这里更改完成之后呢，就点一个勾啊，确认一下。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拉，那么你可以看到这整个模块啊，这是一整个模块。这里可以看到它会出现一个蓝色的一个边框。那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设置。那比如说这个背景颜色，这里我想要改变一下它，那你就点这个背景颜色，那它就直接跳出来了。下面呢会有一个颜色的一个选择，比如说这个区块的一个背景颜色，我想给它改一下。比如说我想给它变成一个红色，你可以看到这里变成黄色啊，紫色它就是紫色的啊。这里呢还有绿色，那这个背景就是你想怎么换就怎么换。那么这里后面呢还有一个透明的，就是一个白色。那如果说你不想去改它呢，就直接点这个叉给它关掉就可以了，这就是它的一个颜色。那如果说你使用的是 Divi 的一个 Pro 版的话，专业版的话，那它还有一个 AI 功能。那么同样，比如说我们点击中间这一个设置按钮，那这里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点一下它如果说你使用的是一个高级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版本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就有一个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那这里你点一下它的话就可以使用，因为这里呢我买的不是它的专业版，所以说这个功能呢我用不了。那如果你用的是它的一个专业版，那它就有这个 AI 的一个功能，这里就可以用它直接来对你刚才的文字呢进行一个更改，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可以看到这里比如说你输入你的内容使用此文本用这个人工智能来进行一个修改，改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它会直接给你修改好。那你可以这里你用它的这个智能的版本你可以你可以更简单、更快更好用。那么这个呢，只有升级版本专业版本呢才能使用这个功能如果你不是它的一个专业版呢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人工智能很多，比如说有GPT 它其实就可以代替这个 AI 功能。那么你要改某一段文字的时候，同样你复制过来了，让它给你优化一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这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文本，这里呢我让它复制一下 GPT 优化以下内容并翻译成中文。 OK， 这里我就发送给他，把我的内容复制一下，看到他就直接帮我优化好了，非常的快速。复制一下这儿直接来改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有 GPT 它也是可以帮我们实现 AI 的功能。这里我们打一个勾，接下来这里是它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模块，那可以替换里面的视频这里同样你把鼠标点上来，点这个复制按钮你点这个，这里我们点了之后呢，这里可以看到它上面这里有3个点的旁边，这里有一个旋转的按钮，点一下，那么这里我们就点一个加号你可以在这里来上传你的视频点击这里上传文件，这里选择你的文件把你的文件可以拖放，也可以直接上传进来。那么你还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一个你可以用链接插入比如说这里找到我的网站找到我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作品集的一个网站搭建，点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那么可以看到复制链接地址。复制好之后呢，来到这里我就把链接地址给它加进来，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视频，这里点击一个插入至文章，这儿呢我就把它勾选一下。 Hello， 大家好，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就已经把我的这个视频添加进来了，它就替换成了我们自己的视频。那这里你可以直接点击下面这里有个播放按钮，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儿就它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播放。那么你可以把这个右边的内容呢给它更改为你自己的产品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鼠标接着往下拉，那下面这里呢可以看到它又是一个模块，如果你想改它呢也是非常的简单。那我们把鼠标移到这个上面，比如说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有一个行更改行的一个列更改列的一个结构，你可以点一下它点了它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2列的，有3列的这里比如说更多的这里你可以点一下它，它会给你在后面再添加。那这个列呢，比如说你也可以给它改成一个3列看一下这里它就多的一个就跑到这个下面来了。
你鼠标放到上面，比如说这个我不要，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删除。那这里呢，大家按照这个从上到下呢，你依次去对这些内容呢去进行每一个部分呢去进行一个编辑修改就可以了。下面这个内容要改的话也是一样的啊，这里呢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一下啊，复制之后呢，我们来到这个 GPT 这里呢，让它帮我们优化，帮我优化以下内容中文回复。OK， 我就把这个粘贴给他，点击一个发送。这里我让它直接翻译成英文，翻译成中文。那我们这里就可以复制一下啊，这里呢同样呢，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直接粘贴进来啊，可以啊，这里呢就直接粘贴就可以了。接下来鼠标接着往下拉啊，这里呢会有一个啊，可以看到了，这里会有一个电子邮箱啊，这里可以输入客户的一个邮箱地址啊，联系方式。比如说这里呢，他可以输入他的名字啊，输入他的邮箱，再输入他的一个咨询的一个问题。这里点击一个提交，点击提交以后呢，我们网站管理员呢，他的邮箱呢就会收到访客发给我们的一个邮件。这个邮件收集表单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外的话，如果说你有了成百上千个电子邮箱的话，你就相当于拥有一个宝库。那么这些后期呢，你都可以对它进行对这些客户呢进行一个电子邮件进行一个邮电营销。之前呢，小鱼儿也给大家分享过一期是这个GetSpots 呢，这个呢自动化邮件营销。非常详细的一个教程感兴趣的伙伴呢也可以来看一下。那做好一个邮件营销，也可以给我们网站给我们的电商带来一定的一个收益。这里相关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和这个右上角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左边这里呢，是我们网站的一些快速导航这里修改方式都一样直接点击设置按钮了，到这里面来进行一个文本的一个更改这里每一个呢都可以改这里先把它关掉每个地方都可以改。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都是单独的不是整体的，它这里都是每个单独的模块一个关于我们，你这里直接点击进来之后，比如说这里呢，我可以给它直接输入关于我们这里打一个勾你想改下面的这里呢，你也可以来单独改每一个都是可以改的。那这里比如说改完之后呢，你想在这里添加相应的链接呢，就点击这里，你把链接呢直接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了。那就像这里你可以创建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这里呢，你把你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的链接呢，你可以放到这个下面。当有人点击这里的时候，它就会跳转到关于我们的页面的一个详情页面。这里呢，你还可以移动它的位置，比如说这个模块你想往上移动一下也是可以的，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把关于我们给它移到最下面这样子呢也是可以的，看一下上下都是可以移动的。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个页面呢你就修改的差不多了。修改好之后呢，我们鼠标往下拉，回到这个右下角这里呢，可以点击这里有一个发布按钮，这里发表按钮，我们点击一个发布。那这里呢，我们这个首页呢就发布成功了但如果说你对当前的这个页面布局并不满意的话，那你还可以点击鼠标回到屏幕下方这里紫色按钮，这里有一个加号，这里有一个加号大家找到这个位置可以点击这里比如说这里呢，我们还可以插入一个布局，这里面是内置的一些模板，这里呢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一个预制布局，直接点击进来。那这里面可以看到了有很多的，这里你点你喜欢哪一个模块呢？你可以直接点击去替换成我们就可以把当前的这个页面给它替换成现在的这里面新的一个页面也是可以的你可以来替换，真的非常的方便。这里你可以选择来替换我们这里先把这儿给它关掉。那如果说你觉得现在的这个页面当前的设计的这个板块模块你觉得还可以那这里我们可以拉到底部，这里可以看到这里也是中间的这个有一个紫色的一个下载的这个图标，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块来取一个名字比如说我这里是小鱼儿电商，我们就可以把它保存，点击下面这里有个保存到库，那么我们就把它保存到这个库里面了。那这个有什么用呢？比如说你要下次要设计其他
页面的时候呢，你想用这个首页的这个模块，那你就直接可以把它添加进来，你可以把它加载到另外一个页面不需要从头来做直接就可以把这个模块来放在其他页面去。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呢就会高很多比如说你觉得这里面的这个设计还可以，你直接给它添加过去对应的简单的改一改就可以了。那这里除了我们可以保存整个页面我们比如说喜欢其中的某一个模块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这个地方这个区域这一个板块还不错的话，我想把它保存起来可以吗？也是可以的。我们鼠标你放在这个区块上面这这里可以看到这上面呢，到这里有一个蓝色的线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蓝色的框，这个页面我想把它保存起来也是可以的。我们还是点击这里可以看到左上角这里有个下载按钮，我们点一下可以把它添加到我们的库里面，这里直接保存到库就可以了。下次你在其他页面的时候，那我想用这个模块，那么我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模块，非常的方便，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区域还可以这个区域也是可以的。你可以看到，那你觉得我想把这个模块给它保存起来，可以看到这里也是有的，可以看到这里。那下面这里呢，每一个地方呢，它都有一个你找到这个模块了之后呢，你都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下载保存的一个按钮。那这里全部修改好之后呢，我们就要点一下右下角的这个保存按钮。接下来呢，那我们还可以来新建一下其他的页面。那鼠标回到这个左上角，这里有个新建，那这里我们点一个页面，这里呢我就输入一个联系我们。那这里同样还是点这个使用这个 Divi 来创建我们点一下它，这个方法都是一样的那这里呢，它也是同样是3个模块，我们还是选择中间这个，选择布局，我们还是点刚才这里中间这个商务的一个模板这里呢我们还是用我们刚才的这个模板我们点击进来，这次可以看到它这里相关的一些页面的一些模块这次我们就用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模块。网站每一个网站它都会有一个关于我们、联系我们，还有一些服务等等这些最基础的一些模块。同样我们这里就点一下它，点完之后呢我们这里选一个就直接使用这个模块它这里会导入到我们的一个网站里面来，这里大概需要等待个1-2分钟大家可以喝口水。那这里相关链接这个Divi的一个链接呢，我放在了视频下方，大家一定要实际来操作一下。OK， 这里已经好了。那么进来之后呢，比如说最顶端这里这个地方你点击这个，同样方法跟刚才一样的我们点击这个设置按钮，点完之后你进来，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可以调整大小、编剧这些还有一个高级这个里面都是一样的那这里你要改这个内容的话，你就直接把它用鼠标选中它这里比如说是关于我们，我就改成关于我们。那下面这里呢，你就可以改成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相关的内容。那你可以根据你的一个经营的网站根据你的品牌来写如果不会写，这里我们还是可以交给 GPT 这里比如说让它我写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内容，这里点击一个发送。 OK， 可以看到这里关于我们这里那么写好之后，这里来复制一下就可以了。回到这里，我们鼠标选中这里呢，我们选中这个区块，点击这个设置按钮。这里呢，我们把这个文本鼠标往下拉，把它加到这个里面来这里再点一个勾。 OK， 那这里关于我们的内容就已经加进来了我们把这里内容给它进行一个替换就可以了。那么右边也是一样的就直接来改就可以了。这里我们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如果上下两个上下呢，你想在中间插入一个其他的模板也是可以的。我们点击中间这里呢，可以看到中间这里会有一个加号，那你点击这个加号，要在这个上下加你可以看到中间这里呢，它会出现一个这里有个加号，我们点一下。那它里面也是内置了几种模块，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呢是一个常规的常规它翻译呢就翻译成这样一个定期了其实这个它翻译的并不是很好它应该翻译成常规的话，它是更合理的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使用英文的时候最好能看懂英文界面的就不要把它翻译成中文直接使用英文就可以了。
那它里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图片，你可以点开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模块。那后面呢还有一个全框的，这儿呢可以看到一个新部分，一个呢从库中选择，你可以点一下。如果你之前呢有保存一些模板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库中来进行一个选择你可以直接调用我们之前保存的模板。那么这里关掉，你也可以选择这个新的，比如说我这儿呢选择这个，点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布局方式。布局方式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种布局方式你可以来改一下它。比如说你想让你的这个区块你想让它怎么样展示你想让它怎么展示，你怎么样去改。那这里比如说我想让它这里一个左边宽右边窄，那我就点一下这个把它加进来可以看到这里就有这里有两个模块。插入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点击，我先点击左边的这个加号，那我往里面来添加一个内容。那我先来这边窄的这边来，我把这边呢添加一个图片。这里你可以点这个加号，点完之后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图像，我就选择一个图文标这里点一下它上面有图，下面有文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更改。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先来改内容你可以看到这边呢，鼠标回到左边这里。那还有呢，每一次当我们要改某一个区域的时候呢，都会跳出来这样一个修改的页面。那么这个模块呢，它不是固定的不是说一直放在这里的，你可以移动它。比如说它在这里呢影响到我的一个边际了，那我就把它往左边挪它是可以拖动的非常的方便。那么这里这个内容我要把它改一下，这里再往下拉，这里关于我们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这里就直接复制一下，我把它粘贴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上面图片这里点一下，来点这个笔，然后呢选择这个内容在这里面有个图像你点一下，我们来上传一个图片这里可以在这个媒体库里面看一下它里面也有很多的图片。比如说我选择这张图片，点一下它，点击一个上传图片 OK， 可以看到图片就上传进来了目前它这张图片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你可以看到它有点长，那你还可以去对这个图片呢进行一个编辑。那这个编辑怎么在哪里编辑呢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直接编辑的。我们回到左边，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图片这旁边这里也有个设置按钮我们点一下。那我们刚才选的是这张图片，再点一下。这点完之后呢，鼠标回到右上角，这里有个编辑图片，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图片进行一个裁剪这里有一个裁剪，点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比如说这里我要把它往下拉一点，这里呢我让它再往上拉一点，这儿我再往下拉一点，就裁剪成这样。我这里点击一个应用裁剪，这里我点一个更新，点了更新之后再回到刚才的这个页面，可以看到这里它就把它裁剪了裁剪的好了之后，这里勾选一下，我们再重新点击上传，这里勾选一下，我们再到刚才这个页面这里，再次回到这边修改按钮这边，这里点一个删除，我们再重新上传。我们把刚才裁剪过后的这个上传进来，点击上传。这里点了之后，这里我们打一个勾。那这里呢这儿就改成你自己的一个内容了。那我们回到这个左边，点击这个加号。鼠标往下拉，你可以选择一个视频，点击这里一个视频，中间这个视频可以看到它不是我们自己的，你可以点这里一个删除键，你先把它删除，再点一个上传。那这里呢，你可以就直接从这个链接这里上传，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网址这是小鱼儿的一个网站，那这里复制一下，那我可以把它这里加到这个里面来，点击一个插入，这里勾选一下那么这个里面呢就加进来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视频了。那么这里可以看一下，我们就左边是视频，右边是图片这儿背景的话你想换也是可以换一下的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设置按钮，点一下，这里有个背景，点一下背景颜色，点一下进来之后你就可以想要什么颜色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稍微来改一下它的一个背景颜色，加上一个背景颜色的话，它就可以和其他的一个区块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个区分这里比如说你想要一个这种带一点这种太黄了就淡一点的颜色，稍微加一点颜色。那这里呢有一点颜色就可以了。好了之后点一个勾，可以看到它后面会带一点颜色和上面这个区块呢也区分开来了。那么这里改好之后呢，同样我们点击这个左下角，点击右下角的这个发布按钮，
拉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点击这个左上角的这个W 回到我们的后台。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我们网站的一个 logo。这儿我们点击这个第一位，这里有个主题选项，点一下。那第一个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的一个 logo。这儿我们点击一个上传那这里呢，你要提前把你的 logo 呢给设计好logo 的话，建议大家要用一张透明的一个图说你的 logo 呢没有背景。这里你可以点击上传文件把你提前做好的 logo 给它传进来。那这个是小鱼儿自己做的一个 logo 点击设置为。接下来我们保存一下这个上面左上角这个保存改动。保存好之后呢，我们回到左上角看一下我们添加好了没有。点击这个左上角这里有个查看站点，可以看到我的 logo 呢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是小鱼儿的一个 logo就在这个区域大家看一下，就在这个区域。那如果说你的看不到的话，那么你可以复制一下这个页面点击这个3个点，那么我们从一个无痕窗口来去把它打开。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缓存的关系你在这里能打开，你也能看到，可以看到你的 logo。那么我们的 logo 就已经添加进来了，它就出现了在我们的顶部。那如果你觉得你 logo 太小的话，那还可以把它改变一下。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外观，外观里面有一个自定义点击这个自定义。在这个自定义里面呢，我们可以来修改全局我们网站全局的一些内容，我们都可以在这里来进行一个修改我们点击左边，这里会有一个标题与导航，我们选它。那这里有个主菜单栏，我们点一下可以看到这里有个logo 的一个大小，这里你可以调整一下，可以看到你拖动的时候这个 logo 就在变大最大是100。那么你要想把它变小，可以看到这里 logo 在发生一个变化那我把它拉大一点，可以看到它在变大。那么这个就是最大的了。那改好之后，我们点一个发布。这里我们关掉当前这个页面，我们 logo 已经变大了，关掉，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叉，关掉之后会回到我们的后台。回到后台之后，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为我们的网站呢添加一个菜单，还是点击左边的这个外观，外观里面有个菜单，点一下。那接下来来设置一下我们网站的一个顶部的一个菜单这里你一个菜单名称比如说这里可以选择一个取一个主菜单，这儿比如说我们勾上一个主菜单。那么菜单名称写好之后，这里勾了之后点一个创建菜单。接下来鼠标回到左边，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查看所有。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这个页面呢给它添加到这个菜单里面来，比如说这里一个联系我们一个首页，点击一个添加至菜单。如果说你有更多的页面呢，你也可以把它添加到菜单里面来。添加到菜单栏来了，可以看到它已经跳转到这边来了，已经添加进来了。那么这里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我们的首页是在前面联系我们是在后面。那我们可以按住鼠标的左键拖动它把它调到上面来把这个位置你可以给它调换一下。接下来我们就点一个保存菜单，这个呢就是一个创建菜单的一个方式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的首页，还是点这里查看站点看一下。那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首页，一个联系我们，那这个菜单就已经加进来了。如果你在这个页面看不到，就去点这个3个点去打开这个无痕窗口来看。那因为有的时候是一个缓存的一个问题。那这里还有一种情况，你的首页如果并不是我们刚才设定的这个首页，那么这里你就需要去改一下我们还是回到后台，在哪里来改呢？我们点击左边的这个设置按钮，点击这里一个阅读，点一下。那么这里呢，你要选择一下你的主页显示这里选择一个静态页面。这里主页的话，我们就这里选择一下，给它选择成一个首页。选好之后点一个保存更改。那这个时候呢，你再来刷新一下，点击一个刷新，你的首页呢已经就设置成功了它就会显示出来。那上面是我的 logo 这是我们的一个菜单。刚才把 logo 来给它拉大了这个大小可以调的。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内容在右上角有一个联系我们。那这个联系我们的话，你可以点一下，点进来之后可以看到，刚才这里我们在这里是简单的进行了一个更改，给大家演示了一下。那这个里面你可以好好的来把它改一下，优化一下放上你自己的一些视频。那这里点击首页就会回到我们的首页这个就是我们的首页。那关于 Divi 教学，希望对我们的想要搭建网站的朋友呢能够有所帮助。那么这个Divi的话
设计初衷呢，就是要尽量的简化大家的一个工作流程，因为它里面已经内置了非常多的一个模板利用这些模板的话，我们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可以提升可能10倍都不止，甚至100倍的一个效果。你不需要去从头开始来设计，如果你什么都不懂，那么你真的很难制作出一个像这样子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网站。但是现在有了这个 Divi， 并且还有了一些 AI， 有了这样的一些模板主题之后，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哪怕是新手朋友呢，都可以很轻松的搭建出来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网站。那么这里Divi的一个购买下载链接呢，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大家可以打开你可以进入到这个 Elementor 的这个页面，来到这个顶部这里选择这个Divi，再点击这个右边的这个查看价格，那你就可以来选择一下你是要按月付那还是一次性按一次性付清，那么终身使用。那如果说你想要长期做网站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买这个一次性付清终身使用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划算的，那就可以来买这样一个其实这个带有 AI 的这个功能它只相差$50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会更加的高效，即使它后面有更新了，你也是可以使用的。这里相关链接在视频下方大家可以打开链接来跟着操作一番。那如果说你也对搭建网站感兴趣或者说想要学习更多的网站建设可以关注小鱼儿的频道。那么想要用 WordPress 用 Elementor 搭建网站呢也是可以的。那之前这里小鱼儿有给大家讲一期零基础的，给大家详细介绍了 Elementor 的里面的每一个板块看完这个视频呢，你就知道原来搭建网站是这么一回事儿。这个链接呢，大家就可以直接这个视频大家可以打开进去看。